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刘学义兰香如故开机，9时花演技突围战打响。当甜妹拿起宅斗剧本，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？横店影视城的开机香火还未散尽，一部名为《兰香如故》的古装剧已悄然搅动江湖。谭松韵梳着双压髻，身着粗布衫的路透照流出时，评论区炸开了锅。这还是以家人之名里吃着糖三角傻乐的李尖尖吗？这场视觉冲击背后，藏着国产剧市场的一场暗战。当85花还在仙侠剧里转圈圈，90花们已扛起现实主义古装的大旗。1. 从糖水女主到深渊玫瑰，谭松韵的毁容式突围。原著《兰香园》中的沉香兰是个在灭门惨案中涅槃重生的复杂角色，她既要演出首府嫡女跌落尘埃的破碎感，又要展现丫鬟逆袭主母的狠劲儿，更要拿捏与仇人之子相爱相杀的拉扯感。这对惯常出演甜妹的谭松韵而言，无异于一场豪赌。但路透中那个跪在青石板上换衣的侧影，让人窥见了可能性。粗布麻衣掩不住脊背挺直的贵气，低垂眉眼间暗藏刀锋，这种型卑微而神不屈的微妙状态，恰是宅斗剧最考验演员功力的地方。想起他在《锦心似玉》里用杯盖轻扣茶盏的细节，瞬间就让庶女的心计算盘落地有声。或许这次真能见证90花演技派的诞生。2. 刘学义的古装宇宙，扮永久仙侠男二终于熬成男主。当刘学义竖起高马尾，披上玄色大氅的定妆照释出，原著粉的担忧与期待形成奇妙对冲。这个常年被观众调侃为3届钉子户的演员，终于从仙侠剧男二的位置杀进宅斗剧男主赛道。他饰演的林锦旗，原著林锦楼，是个复杂的权谋家，既有世家公子的金贵，又有政治动物的冷血，还要藏着对女主的隐晦情愫。看他在《长风渡》里把纨绔子弟演得让人牙痒，又在《莲花楼》中将反派塑造的令人唏嘘，这种亦正亦邪的气质或许正是角色需要的。只是不知这次他能否打破演技在线却难爆红的魔咒。3. 桐华的改编手术刀，切除强取豪夺，缝合女性成长。总编剧桐华的名字一亮相，原著粉的心就悬起半寸。这位擅长将虐恋进行到底的作家，此次却要对兰香园动大手术，削弱争议性的强取豪夺线，强化女性互助与商业权谋。这让人想起《长相思》中他给小妖家的独立人设，既保留原著精髓，又注入现代价值观。剧中新增的秀芳商战戏码，或许会成为高光片段。想象谭松韵饰演的兰香，在织机前与掌柜们周旋，指尖翻飞的不只是丝线，更是命运翻盘的筹码。这种将宅斗与商战糅合的创新，既规避了后宅雌竞的窠臼，又暗合当下事业型女主的市场偏好。4. 宅斗剧的文艺复兴，观众到底在怀念什么？兰香如故开机之际，正值观众对悬浮仙侠剧审美疲劳之时。当玄幻剧忙着用5毛特效堆砌世界观，这部剧却把镜头对准深宅大院里的青砖黛瓦，丫鬟们捧着铜盆走过九曲回廊，主母们借着赏花宴暗中较劲，账房里的算珠声与朝堂上的玉户响形成奇妙共振。这种落地感，恰是宅斗剧独有的魅力。它不靠飞天遁的制造奇观，而是用一粥一饭、一针一线的细节，编织出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图谱。当兰香在月下偷偷临摹账本，或是在茶汤里加盐反将恶狐义军时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戏剧冲突，更是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真实女性力量。5. 明治美学的逆袭，梁婷婷的服化道能打几分？造型指导梁婷婷带着绣春刀团队加盟的消息，让考剧党们精神一振。从路透可见，
丫鬟们的交领短袄采用棉麻质地，夫人们的织金马面裙暗纹流转，就连婢女头上的绒花都遵循明式审美。这种去滤镜化的质朴感，与近年清平乐显微镜下的大明形成美学呼应。最妙的是角色造型与命运的同频变化。兰香从罪臣之女到当家主母，服饰从灰扑扑的粗布渐变为压青暗纹绸缎，林锦旗的着装则随着权力更迭，从素雅直多换成莽纹夜洒。服装成为无声的叙事者，这比10句台词都更具说服力。这场突围战，观众才是最终裁判。兰香如故的开机，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行业百态，演员在寻求突破，编剧在平衡改编，市场在呼唤精品。当谭松韵在片场反复练习丫鬟行礼的幅度，当刘学义为了一句台词与导演讨论至深夜，这些细节或许比任何宣传通稿都更有价值。观众早已厌倦工业糖精和套路化叙事，真正能引发共鸣的，永远是那些扎根现实、尊重人性的创作。正如兰香在剧中用绣品破局，这部剧能否在古装剧红海中杀出血路，看的不是流量光环，而是主创们是否真的把心血绣进了每一帧画面。此刻横店的摄影棚里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打响，而银幕外的我们不妨备好瓜子板凳，且看这场90花领衔的演技突围战能否为国产剧撕开新的突破口。2. 身怀绝技的仙侠演员刘学义，帅气又有演技，为何未能大红大紫？这段跨越3届的千年虐恋，真让人泪目啊！刘学义饰演的锦绣，在故事中为了补偿洪宁，最终做出了逆天改命的决定，还承受了天雷的惩罚，着实让不少观众心惊肉跳。剧情曲折，这段经历了4世的轮回，最后才迎来了身份的颠覆。之前打破的那道禁锢，就是仙高于妖这个观念。剧中刘学义塑造的角色气质高贵，容貌俊朗，尤其是他改命后承受的惩罚，更是让人动容。其实很多喜欢刘学义的粉丝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他近几年发展的趋势，事业稳步上扬，演技愈发扎实。在仙侠剧、谍战剧以及古装剧中，刘学义的身影随处可见。不过也有不少路人唏嘘，这部剧真是让人等得快掉头发了，居然拖了整整4年。想想这4年里，变数可不少。当初很多观众都热切盼望刘学义来演锦绣，袁冰妍演洪宁。就在剧照曝光之后，大家更是期待得不得了，恨不得立马就能看见剧情发展。可在一瞬间，由于各种问题，观众的期待就被压下去了。刘学义的古装角色真的是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细腻地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而且刘学义在古装剧方面的表现早已被大家公认是个美男子。按常理推算，2022年本该迎来一波热潮，轻轻松松就能火起来。这其中的意外交织着，真让人感慨不已。再说到仙侠剧的竞争，更是愈演愈烈。有观众说，如果把时间往回推5年，这部剧一上线肯定会火得一塌糊涂。但现在这2年，情况似乎就有点尴尬了。很多观众对视觉享受的追求已经变得疲惫，就像人对口味的需求在变化一样。至于那种傻白甜的角色形象，大家早就看得腻歪了，甚至还不停地吐槽呢。接下来，演员们也在影响着这整个局面。比如说刘学义，以前他演的角色大多都是男2号，这次终于熬到了男主的位置。而且这部剧里的角色设定，外表上看起来特别冷淡，实际上内心却火热无比，为了真挚的爱情，最终还得经历重重磨难，真的是虐心得让人心疼。他的手上可不乏一些热门电视剧，像是仙剑题材的《面无双》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刘学义。如果说他遇到了都市题材，那真是驾轻就熟，
比如他在现代剧《生活在别处的我》中的表现，也收获了不少好评。反差之美确实让人惊艳。再比如他在《琉璃》中饰演的浩辰，乍一看是个仙风道骨的角色，实际上内心却复杂得很。正是因为对各种角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才能让观众们感受到强烈的代入感。在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这部剧中，很多年轻人都在追着看，话题也是层出不穷，尤其是刘学义和胡一璇之间的 CP 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。其实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，尤其是两人的互动特别甜蜜，加上剧情的引人入胜，观众自然会忍不住去追捧一下。再说了，刘学义早就被大家称作和神仙有关系的专业人士，或者是3界的代言人。要不是他的演技和实力出众，怎么会有这么个称号呢？